你好吗？这里是轻声慢读，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开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的书《断舍离》，学会放下，让空间、时间与心灵都重新呼吸。有时候少一点反而更丰盛。它其实就讲了3件事儿：第一，什么叫做断舍离；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断舍离；第三，怎么做到断舍离。听起来很简单吧？但是有的时候，一本书对于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本好书，反复的阅读，但是依然没有过好这一生。那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特别适合讲断舍离。原因很简单，我做不到断舍离。那么山下英子是怎么做到的呢？在他30岁的时候，他去简单的学习了瑜伽。那么瑜伽里面有一个原理叫做断行、舍行、离行。这个观念呢，被他接触到以后，说哇，山下英子遇见了瑜伽就发生了化学反应，他创造出这个词断舍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会说用瑜伽里的方法让我们的生活做减法，把不必要的东西都减肥减掉。身材需要减肥，不好看的皱眉的表情需要减肥，家里面杂物太多需要减肥，房子会显得大，心里面会干净，然后连容貌和气质都会变化。断舍离绝不等于扔，它不是这么简单，它跟我们内心的力量感有关。山下英子其实非常清晰地给出了一个金句，就在这本书里哈，我读给大家听。断其实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呢，舍弃多余的废物，离呢，就是脱离对物品的执念。再细细的想一下，这3个动词其实是3种状态，但它们分大小的。怎么叫分大小呢？离是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断加舍等于离，也就是说断和舍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听起来有点意思吧？那究竟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离真正的断舍离更进一步呢？这本书的作者山下英子是在50岁的时候写下了断舍离。那山下英子是1960年代出生于日本的京都。那一说京都，你会想到什么？樱花，对吗？和服，你会想到那种缓慢的、美好的、充满气质的生活细节。那其实山下英子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也能够保持在这样的状态中。这其实是每一个人心中向往的生活状态吧。那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在第一次看《断舍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巨大的疑问说为什么山下英子学了瑜伽，她就能变成断舍离？那我现在看完了这个断舍离，我却依然做不到呢？这个区别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认真的研究了一下，我就在想有些人真的是知道了很多的道理，他就能把这些道理践行到生活中去，他认为这叫修行。可是大部分的人呢，是知道了很多的道理，接我这句话，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所以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是，山下英子是真正把断舍离这3个字变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再是纸上写出来的这个概念，它当成每一天的修行。那整理房间的时候断舍离，吃饭睡觉的时候断舍离，看一本书交一个朋友的时候，他也在断舍离。这样呢，他的生活中就充满了断舍离的修行，他慢慢的就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人。而我拿自己跟山下英子老师做了一个对比，我就会发现我的难以做到断舍离真的是想要的太多，有很多东西的确是看不穿。那他的这个书中呢，其实也总结了一下，我就立即找到同伴了可能你跟我一样，你听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也会说，哇，我和你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不如山下英子，但总归这么多人都做不到断舍离，是吗？可是做不到断舍离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这本书其实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书里面其实列举了3类人。
这3类人呀，都有自己不肯放弃的东西。第1类人是逃避现实的人，怕麻烦，不想面对烦心事儿。比如说，我要去参加英语的考试了，人家给了我一大堆英语的 CD， 我把它拿回家，那我做的第一件事儿，难道不应该是打开播放器，戴着耳机，废寝忘食的学习吗？你们会赞同这种做法，对吗？实际上呢，我要坦白一下，我立即打开抽屉，把这 CD 全部放进去，把抽屉门关上，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好像看不见这个考试就不会发生。对，这就是我们的逃避型人格。那么第2类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执念于过去的人，深深的沉溺于往事，其实也是不愿意面对现在。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失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呀，会储存着分手后的恋人送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曾经去参观过其中的一个，还花了90块钱的门票。进去之后呢，我看过很多特别奇葩的东西，比如说2个人一起嚼过的泡泡糖，咦，当时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这也很奇葩，对吗？比如说一副骨架，甚至有一块是鲸鱼的骨头上的一部分，那还有一个破碎了又被重新粘起来的花瓶，它变得非常的丑陋。可是当我看着上面那些裂痕，我就在想，当年那一对恋人为了把它重新粘合在一起，一定花了很多个下午，还花了很多的精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快乐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对着那个花瓶发了一会儿呆，我心想，世界上有一个角落叫做失恋博物馆，这真是太善良的一件事儿。否则这些让人心碎的小证据，我们要拿它怎么办呢？一旦能够把生命中这些又让你舍不得但又会带来负能量的东西清理出去，你的生命会不会重新开始呢？所以这是需要祝福的，对吗？那如果这些东西始终盘踞在你的生命里，你看见它就要掉眼泪，那你会真的很快乐吗？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你会遇到这样的人。比如我在电影中看到过一个细节，有一个男孩子，他的爸爸妈妈是在特殊的背景下结的婚，所以爸爸一直不喜欢妈妈，但是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后来爸爸就申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始终不在家。那妈妈就保留了爸爸当年的钢琴，每天擦拭上面的尘土，但这个家里没有人会弹琴。男孩子长大了之后就会很愤怒的说，这东西很占地方，我们把它处理掉。妈妈不肯，说万一有一天你爸爸回来了，他想要弹琴呢？这个男孩就冲出来说，他永远不会回来的。可是那个沉溺在回忆中的妈妈，她的日子一定过得好吗？她只是不肯面对眼下的现实。你身上，我身上，会不会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我们都得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到断舍离？还有第3类人，这是对未来充满了担忧的人。比如说经济危机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就缺乏安全感，对吗？说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啊，掀起了抢购风，大冬天的大家冲到那个百货商店里面说，这电风扇我买了。冬天买什么电风扇呢？还有姜昆的相声里面也表现过，说那个盐我买2抽屉，那个酱油我买1洗脸盆。你觉得这好笑吗？那么对照这3类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断舍离绝对不是单纯的做生活空间和居家的清理收纳工作。那么它再往深里讲一步是什么呢？是我们内心的断舍离，对不对？由于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放不下，很多的舍不得，有很多的执念，所以才会导致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塞满了我们生活的空间。可是这些东西都被你看见了吗？都被你用到了吗？都真正是你喜欢并且重视的吗？并不是。那么山下英子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断舍离》这本书最精华的理念，就是我们要怎么判断这样东西是宝贝还是垃圾？
如果是垃圾，毫不犹豫清扫出去；如果是宝贝，那也毫不犹豫珍藏起来。但是这个判别标准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你妈妈说秋裤是宝贝，你一定要穿，每年给你寄2条，然后你打死都不穿，你也没办法扔，你就把它塞在那个橱柜里面，结果橱柜里面一沓秋裤，干什么呢？又不卖，对不对？那所以这就是你和你妈妈的断舍离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彼此不可能说服对方。那怎么办呢？就是把东西拿出来，站在一个上帝视角俯瞰他们。那站在这个视角的时候，我们脑子里的念头是什么？你仔细想一下，会不会是说，哇，这个东西还好好的呢？哇，这个东西还挺贵的。这个东西说不定哪一天有用呢。山下英子说，这些提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要问，现在我跟这个东西的关系是什么？这叫当下视角。如果能把所有以物品为主体的视角全部转化成以这个人为核心的视角，那么你就离断舍离又近了一步。这也是断舍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金句，我念给大家听哦，它很重要啊，叫做用当下的视角审视人与物的关系，只选择当下最适合我们、最能让我们开心的东西，其他那些呢，当然都不重要了。说到这里，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万能句式但没有人一下子就能学会，我们需要反复的练习。比如说，看到桌上的这个小小的漂亮的灯，我买它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可爱啊。可是你会用吗？我又很少点蜡烛，对不对？然后平时家里头也不停电，我好着急。可是它只要摆在这里，我心里面就很高兴，我就能安静下来，我可以在这个桌子上铺下笔墨纸砚，然后偶尔累了看它一眼，那它对我就是有价值的。那我在断舍离的时候就不会把它扔掉。最重要的是它长得很美，对吧？那这就是这个东西跟你是有关系的。可是假设说这就是别人送给我的一个东西，他说这很贵这1000块，我每次想要扔它的时候我都想着这扔它就等于扔掉1000块哦。可是你喜欢它吗？你不喜欢。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它这个物比你这个人还重要了，那怎么办呢？它对你来讲就是垃圾，虽然可能是别人的宝贝。所以这个转换是非常重要的，当一切都以我为轴心的时候，你才能弄清楚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东西是真正重要的。书里面就讲了一个叫28定律，也就是说在我们所使用和占用的这个空间里80%的物品其实都不是必要的，只有20%是生活的必需品。那么如果这20%的东西都是你非常喜欢的，是你当下精挑细选来的，是你会持续用的，你的生活就充满了快乐。那么为什么说刚刚那段话就是《断舍离》这本书中的精华？就是意味着它给我们明确了一个时间的关系，在眼下这个时间，在眼下的这个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对你最有帮助的，那它就是最重要的，是不可以轻易放弃的。除此以外呢，你要略略的放松，你要能够接受自己。断舍离中有非常重要的3个句子，是哪3个呢？第一个句子，一件物品只有被使用才拥有生命。不要小看这句话哦，当你把这个句子写下来，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因为我们的家里面，甚至我们的记忆中，有没有囤积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它从来不会被想起，但永远也不会被忘记，是这样吗？可是它没有被使用啊，那么你怎么能说它对你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价值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好或者是不好的，它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还是那个时间的关系，当下。当下你跟这个物品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断舍离告诉我们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个人不断的修行，我们需要整理自己的内心，让自己一层一层的往那个更好的地方去，成为自己更满意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一个物的看法
是会不一样的。眼下苦苦折磨你的事情，可能在未来就只是浮云，笑一笑就过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书中的一个金句：断舍离的终极目标是净化灵魂。所以断舍离的第一步是从扔掉不必要的东西开始，接下来就是提升自己的灵魂，真正的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并且爱上自己。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禅宗的小故事，说有一位老方丈，他要选自己的继承人，然后就把2个弟子都叫来，说你看这个后山啊，有一面悬崖，这个悬崖从来没有人爬上去过，你们谁能够爬上这个悬崖，先到那个山顶的寺庙，谁就可以继承我的衣钵，就成为掌门人。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大弟子就干什么呢？他就苦练这个攀爬的功夫，对吧？天天在那里爬悬崖，爬了很久都没有成功，1年时间啊。那么二弟子就干什么呢？他也去爬呀，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哇，这个根本行不通嘛，我是爬不上去的。他就干什么呢？他放弃了，他就出去游历，出去游历了1年才回来。那个大弟子还没爬上去呢。这个时候老方丈就把2个人都叫来，问了问这1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听完他们的回答后，老方丈笑而不语。接下来呢，就决定把他的衣钵传给二弟子。为什么？那个大徒弟不是很老实吗？又特别坚持不懈吗？他一直在努力啊，朝着一个方向拼尽全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让人很感动吗？大家都在强调这样的人是多么的难得。那个二弟子呢，发现此路不通，他就逃跑了。那为什么要奖励这个老二呢？更看重他呢？那么老方丈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啊，并不是你的心愿达到了你就能够实现的，它跟人的能力有关。你爬了1年，这个悬崖还是没有爬上去，说明什么呢？此路不通。此路不通，有的时候不能怪你啊，它说明你尽了所有的努力，你再刻苦，可能这条路都是走不通的。那么这个时候人要学会什么？断舍离，去找新的路走啊。所以那个二弟子呢，他就发现，我爬不上去，那我就去游历，我去见了很多人，去交了很多朋友，听了很多人间的疾苦，然后继续我思想上、智慧上的开悟。他不会拘泥于此刻就在这儿不断的攀爬。所以我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讲，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个思考。断舍离它绝对不是简单的清理，它还有一点叫做放弃执着。这就是我们讲的怎么理解这3个字：断舍离。那个离字是最大的，离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放下，真正的脱离。而断和舍呢，是不断的修炼的过程。只有你断绝了那个不可能实现的东西，然后你舍弃了原来那条路，你才能找到一条新的路。这也是断舍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